既然乔旭要维持与小公爷的婚约，那她便还是府上的2小姐，阿福则为3小姐。至于对外，便说乔旭乃是自幼养在府中的义女。妹妹，对不起，害你流落在外18年。这和你无关，你的亲生爹娘待我极好。我那双素未谋面的亲生爹娘，前几年便双双病起，我连他们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。乔旭占了嫡女的位置18年，如今阿福回来了，海棠院该物归原主了。那院子我住了18年，一草一木都刻着我的记忆，可如今身世拆穿，再住下去，确实说不过去。我搬去别的院子便是。听雨轩，那里不是好久没人住了吗？遣人收拾一下便可住。也好，总算能离他远些，落个清净。就听大哥的。大哥，你还叫得出口？听世子的。前世从他得知我是冒牌货那一刻起，便不许我再叫他大哥。父亲、母亲，旭儿告退。站起来，自己走。大哥，背我吧。世子赏蜀锦10匹，南海珍珠1盒。世子赏前朝古籍3册。世子赏和田玉簪4只，蜜蜡手串6串。世子赏2小姐的，自个儿拿吧。节庆生辰，礼数一样不少，可人从不亲自来。大哥，太多了，我哪里用得完？不如给姐姐送些过他去。占了你18年的位置，侯府什么没给他？穿的是绫罗，吃的是山珍，住的是海棠院，他何时缺过？到底是亲生的和养的不一样。世子从前对2小姐也算是好的，如今3小姐一回来，要我说，这有什么好比的？人家才是正经的侯府血脉。2小姐占着别人的窝，享了10几年的福，如今借着侯爷夫人仁慈了，没把他们说的对，今生我不争不抢，只要所有人都好好的。小姐，宣旨都朝了，字全糊了。我们去街市买几躺诚心纸，1连帐月，我都没见过沈晨之。他来去匆匆，我也刻意处处避让，谁知府中躲开，竟会在府外偶遇。钱包别收了。哟，世子，这不是你那个妹妹吗？瞧着像是钱袋子叫人顺走了。世子，你是做兄长的，不去帮忙付个钱？世子向来讨厌这个妹妹，性子绵软，遇事只会哭哭啼啼的，躲还来不及，怎会去付钱？对不住，钱袋子被人偷了，下回再来买。我给他付了。谢谢江公子。世子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妹妹。江少，莫要多管闲事。哈哈，我怎么是多管闲事了？这不是你妹妹吗？不是。这般乖巧的妹妹你都不稀罕，那送我做妹妹得了。正巧我没有妹妹。我瞎说的，乔西是你的妹妹，我便是想要也抢不过去啊。从小到大，笨，我好似什么都不做，他都会生气。原来一切都情有可原。谢谢江公子，回头我把钱还你。拿去还给江公子，方才在纸铺替我垫付的钱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侯府未曾亏待过你，钱财用度之上，更是从未包待。
这不正是我今日被偷的那只钱袋子吗？以后不用再找这般借口。他是以我故意不带钱袋子，借机与江少攀扯。世子，我的钱袋子是被偷了，不是故意的。你与小公爷有婚约，言行举止更当谨慎，不然丢的是侯府的脸面。当街对小厮卖笑，你这是何等轻浮！他一直不喜我对旁人笑。后日花宴，你陪阿福一同去。他头一遭赴宴，你多看过些。好。莫名其妙。京中赏花宴说是赏花，实则是各家夫人替女儿相看的相亲宴。姐姐，我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。别怕，你只需坐着，有人与你说话，你便笑笑，旁的都交给我。哟，这位便是侯府刚认回来的三小姐。礼部侍郎嫡女周婉仪，前世便处处与我作对，如今见了我这假千金，更不会放过。听说在外头养了18年，倒是个有福气的，如今又回到侯府了。周姐姐消息倒灵通，说起来，周姐姐上月那桩退婚的事儿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不知后来如何了。她非要提养在外头，那我也不介意替她被退婚。乔旭妹妹也来了，靖南侯府三小姐吴清月，这位便是你那个流落民间18年的妹妹，倒是个标致的。吴姐姐今日也有兴致来赏花？自然，只是我听闻今日能来参宴的都是有才学的小姐，这位崔小姐想来才学也很好吧？每次都要比才学，真是累人的很。三妹妹初来乍到，才学尚浅，还需慢慢学。慢慢学。可这赏花宴上，诸位小姐少不得要吟诗作画助兴。崔小姐若是什么都不会，岂不扫兴？不如这样，我出个题，崔小姐随意吟2句诗便是，不捋好坏，只当凑个趣儿。我不会也没关系，按规矩罚酒3杯便是。我替她喝。乔旭妹妹急什么？这才第一遭呢。咏诗，崔福不会，罚酒3杯，我喝。对句，崔福不会，罚酒3杯，我喝。抚琴，崔福不会，我还喝。作画，崔福不会，罚酒3杯，我依然喝。这西域进贡的蟠桃酒后劲极大，烧得我喉咙和肚腹生疼。哼，无趣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喝了那么多。没事，你坐在这儿，让小韩陪你，千万别乱跑。我去外头透抽气，稍后便回来。你就是这样照看阿福的？自己喝成这副模样，把他一个人丢在宴上。是吴清月故意刁难阿福，我才替他喝的。刁难？你沈乔熙在侯府18年，见过多少世面，连一个吴清月都应付不了，还是说你本就乐得如此，借着替阿福挡酒的由头，好在大庭广众之下逞能出风头？我没有。没有？你这般轻浮，到底是本性难移，还是这些年一直藏得太好？轻浮？我不过是在替妹妹挡酒，怎么就成了轻浮？世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是我愚钝，遇事只会硬挡，让你觉得丢脸。可我乔须行事向来问心无愧，绝没有做过你口中那些事。三妹妹还在等我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留在这里。沈二小姐喝了多少？没数。没数，看来是很多。太医配的醒酒丸，我用不上，给你。这是小宫长的药，我不能拿。我今日没喝酒，留着也只会在袖子里沾药味。这个用不上。多谢小公主。去取一碗温热的醒酒汤，再让人送沈二小姐回宴上。我自己能走。方才若没有人扶，你已经摔进花丛里了。我送你到回廊尽头，
再往前便是女眷席，我不便过去。小公爷身子不适，怎么也来花园了？皇后娘娘嫌我整日闷在府中，今日叫我进宫用膳。我在偏殿躺了半日，听见这边热闹，便出来看一眼。这一眼倒是看得直，正好看到一个醉得走不稳的未婚妻。今日只是意外，替妹妹挡酒。刚才你自己说的，我只听见这一句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等你清醒后再告诉我。已经过去了。你若不愿说，我也不逼你。小公爷，还是回偏殿歇着吧。拿着，要苦的时候吃一颗。沈二小姐，护着旁人之前，也该顾一顾自己。今日在赏花宴上，一切可还顺利？可有什么趣事？今日宴上一切安好，皇后娘娘和各家夫人都很和气，三妹妹初次赴宴，也表现得十分得体。我知道了，旭儿，你也累了，和阿福一起先下去歇着吧。是。娘以后别让他带阿福赴宴了，他到底是外人，万一心生嫉妒，暗中叫三妹妹吃了亏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乔勋断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他是我自幼带大的，我知道他的秉性。知人知面难知心，他到底没有沈家的血脉。陈碧，你为什么突然对乔旭有这么大的意见？有吗？许是他行事向来不入我眼。不知怎的，宴上的事儿很快传到了陆神耳朵。你们家三小姐欺负了我的未婚妻。小公爷误会了，我未曾。快去请大夫！来人，快将小姑爷小心翼翼地扶到榻上去。老魏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小公爷这病势汹汹，怕是命不久矣呀！小公爷保重身体呀！昨日万万是小女吴清月的过错，本后定会重罚。这1万两押金银和名贵药材，还请小公爷务必收下。谢南侯赔出去的银钱，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？听说是小公爷特意吩咐的，说这些都给二小姐押金。你昨日究竟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吐出那么多血？那是鸡血。鸡血？对，藏在袖中，时机一到，全招呼他脸上了。你就不怕被人拆穿？谁敢细看？晋南侯听见我咳一声，腿都软了。他只盼我赶紧活着离开，哪里还顾得上查那血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拿自己的病吓唬人，也不怕真把身子折腾坏了？我全程躺着，连路都是人抬的，能累到哪里去？过来。那日的酒气已经散了，脸色仍这么差，昨夜可曾胃痛？有一点。我问过太医，那酒后劲大，喝多了容易伤胃，这药每日饭后服1丸，连吃3日。你今日来就是为了送药？还为了看看晋南侯赔的银子够不够，若是不够，我明日再去吐一回。够了，太够了！你以后别再做这种事。那要看有没有人欺负你。我与你有皇上赐下的婚约，谁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会给你去碰瓷，我会给你撑腰。他与传闻竟相差得这样远，你也要好好养着，别总想着替我出头。我会照顾自己，不会再叫自己吃亏。小公爷，沈世子来了，坐坐坐。世子，你不忙吗？小公爷在此，你一女子孤身作陪，已失了礼数。我既回了府，自然该来陪着。沈世子多虑了，乔旭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2人说句话也是名正言顺。药盒收好了，记得饭后服。收好了，知道了。侯府自有大夫，用不着小公爷费心。侯府大夫若尽心，
他也不会醉酒胃痛无人过问。小公爷对侯府内宅之事倒是了解得清楚。他将来要嫁入郑国公府，他爱吃什么，怕什么，身子哪里不舒服，我总该慢慢弄明白。乔旭，你先出去。我要与我的未婚妻说话，沈世子为何敢的？这里是侯府，那又如何？沈世子既然只把她当作府中义女，便没有待她决定去留的道理。小公爷方才说过阵子还有什么事？过阵子如兰寺自有素斋节，我想带你去尝尝。好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你兄长平日也这样不爱喝茶？大约是吧。他在花园里抓伤了你的手臂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松语香。那日你走到我面前时，袖子上也沾了同样的味道。往后离他远些。他是侯府世子，我仍住在府里，总会碰见。那便早点嫁给我。我的意思是，等到婚期，你自然可以离开侯府。嗯。阿弥陀佛，小公爷、沈二小姐，斋堂已备好，二位请随贫僧来。真好吃，样样入味。你身子不舒服吗？老毛病了，不妨事。今日药也喝了，为何还这样？哪里能一下子把病根拔干净？说起来，这门亲事到底是耽误了你。可我心里总想着，或许我也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幼时药吃腻了，躲在假山柱不肯出去，你也在里面，给了我一块糕点，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糕点。你要尝尝吗？甜丝丝的，可好吃了。许多年前，我贪玩钻进假山，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面色清白的小公子。吃了你那块糕点之后，我又觉得还是得活着，活着才能再吃上。原来是你。想起来了。若你能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最想做什么？想在春日里出门，不必刚走几步便被人抬回府，还想看看院子里的花究竟能开过多少年。那便好好吃饭，好好喝药。还有一件。什么？想娶一位愿意管着我喝药的妻子。我怕是溜不上去。我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公王爷，看！看样子，老天怜我。姐姐，大哥，我这姻缘还未到，要不别挂了吧？我帮你挂。抱歉。还真是不巧，往后的路还望世子莫要横在我与乔旭之间。圣旨赐婚，旁人总不好插手。小公爷又挂上去了。小公爷，叨扰了。姐姐，大哥今日实在太吓人了，脸色阴沉沉的，像谁欠了他8两银菜似的。我本来都说我姻缘未到，不急，他非拉着我来求什么姻缘？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挂，就我一个人挂个孤零零的牌子，算怎么回事嘛？原来今日是沈晨璧执意带阿福来如兰寺求姻缘的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沈晨璧从前也常这样管你。他一直是这样的性子。乔旭，你若受了委屈，可以告诉我。你眼下还没嫁进郑国公府，我也一样护得住你。
好。乔旭与陆尚虽有赐婚，可礼法所在，婚前进出如此频繁，成何体统？两个孩子走动走动，熟悉熟悉，有什么妨碍？迟早是要成一家人。娘难道要等乔旭在成亲前做出损毁民节的丑事，叫整个侯府在京城抬不起头，你才肯约束他？小公爷，乔旭今日身子不适。小公爷，乔旭去给夫人请安了。小公爷，乔旭不在府。乔旭不在府。小公爷既然病得快死了，就该在府里等死，少来侯府门前触霉头。既然乔旭今日依旧不在府中，那我便改日再来。这字条务必送到听雨轩，亲手交到乔旭手里。世子爷饶命！小姐，你是没瞧见，真是笑死奴婢了。什么事让你笑成这样？今日小公爷又来了，在门前咳了半晌，把世子爷的脸都咳绿了。小公爷临走前故意留了张字条给门房，定要送来听雨园。字条呢？被世子爷当场抢了去。听说世子爷看完后，气得在大堂里直跺脚，当场把字条揉成了个大纸团。小公爷真是太绝了，隔空都能把世子爷气个半死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墙头上有人！带我们去看。陆珊，你疯了！你这样的身子也敢爬墙？要是摔个好歹可怎么办？门进不来，只能走墙。如兰寺的素糕，上回见你爱吃。你费这么大劲儿，就只为送一包糕点？还想见你？沈晨璧每回都说你不在府中，我想亲自来看看，你究竟去了哪里。此后，他便隔三差五翻墙过来，每翻一次都要喘上好一寸。今日怎么空着手？人来了还不够。你这副身骨，太医千叮咛万嘱咐要静养，你却为了见我，隔三差五冒着坠墙的凶险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小公爷每翻一次墙，便要缓上大半个时辰。他身子本就弱，再由着他胡闹，迟早要出大事。可您怎么能亲自爬墙呢？他为了我可以不要命，我帮他省几分力气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翻一次要歇半个时辰，我翻一次连气都不带喘。往后来找我，你在这里等着便是。国师与我卜了一卦，若下月初10我尚在人世，你我便成婚，可好？5月初10，前世陆续就是在5月初10这一天去世的。你若不愿意，也无妨。我只是想问一问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从明日起，太医开的药一口都不许少，能用的法子都要试，不能提前认命。好。你若活过5月初10，我便嫁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兄，我会活下来。姐姐，你这听雨轩虽偏，可清静得很。我最喜欢往你这里跑了，在主院里那些规矩多得叫我脑仁疼。你若喜欢，天天来便是。姐姐，其实我有一事憋在心里好久了。大哥待我，瞧着是极好的，可我总有些不大敢靠近他。我悄悄问过院里的丫鬟，他们说那竟都是姐姐你从前最爱吃、最爱用的。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，别怕。怎么不知道？他上次亲自给我送海棠糕来，还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嘴，说从前你最爱吃这个，想来我也定是爱吃的。还有呢，他每回同我说话，总会神思恍惚地唤我乔旭。姐姐，其实我们长得当真是一点都不像。我在海棠院住了18年，他一时习惯了，没改过口来也是有的。你莫要多心。姐姐说的是。其实，娘最近在替我相看人家，可我暂时还没那么想嫁人。我爹娘就是你的亲生爹娘，他们从前在乡下给我寻了门顶好的亲事。你定亲了？没有，还没定呢。当时定亲前，妙大哥就突然上了战场，
他说等他立了功，便登门求娶我。前世阿福从未提起过什么妙大哥，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，那前世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娶阿福？他叫什么？缪兰生。前世根本没有那个人的消息，难道他死在边疆的战场上，连尸骨都没能找回来？那便等他回来。小韩，进来，将这封信送去郑国公府，必须亲手交给小公爷，绝不能让陪人瞧见。是，奴婢明白。这信上写的缪兰生是崔福的心上人。是。你想让我查他眼下在军中是否平安？还想请你设法提醒边关，近来多防夜间突袭。你知道边关会出事？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，梦里他死在突袭中，连尸骨都没有找回来。军中的事牵涉甚广，我不能擅自调动兵马。不过我可以托人查他的军籍，再递一句提醒过去。你相信我？你不会拿崔府心上人的性命开玩笑。等查到消息，我便告诉你。此事先瞒着崔妃，免得她日夜担忧。听你的。太医换了新药，有效吗？喝下去会胸闷发热，整夜睡不着。太医说，若能熬过这一阵，或许有用。你怕吗？怕。可我已经答应活下来娶你，总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从前的今夜，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夜。这么晚了，又是大雷雨天的，谁啊？小韩，谁？是我。世子，你放开我！乔勋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嫁给你！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们本来就是夫妻。你从前想留在侯府，如今我愿意娶你，一切都可以回到原样。我想离开侯府。乔旭，你撒谎是不敢直视我。你前世为了留下，用尽手段，如今我允许你故技重施。那一世，你冷落了我整整20年，甚至连我拼死生下的一双儿女都被你教得与我彻底疏远。所以你重活一世，宁可继续雨露上的婚约，受那克夫之名，也只是为了避开我。最初确实如此，可后来我是真心愿意嫁的。我不许！我后悔了，乔勋，我后悔了。我看到你对着陆勋笑，我激动的快要发疯。凭什么是他？明明我才是陪了你18年的人。乔勋，原谅我，只要你肯留下，这一次我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。世子，别逼我！我不信你会伤害我。前世你那么爱我，你怎么舍得杀我？世子，从前那个爱你的乔勋，已经葬在了大相寺后山。沈乔勋，沈乔勋，你就这般狠心？你我之间早已两清。到底是何人所为？在京城种地，谁敢对本侯的世子痛下杀手？父亲，我不认得那人，大约是遇上了山匪流寇。姐姐，我去探过大哥的病了，我瞧着那歹人的手法，实在生疏得很。何谓见得？照着心口扎进去，再这么一搅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哪像现在这样，3处伤口都偏了寸许，倒像是生瓜蛋子做的。你在乡下时，到底做过什么？杀过猪。谁弄的？已经处理好了。沈晨璧，你若不愿继续留在侯府，我可以请皇后出面，今日便接你出去。你不想住进郑国公府，我便另外寻一处宅院。不，
我会护你周全，相信我。我要等你养好身子，亲自来接我离开。好。消肿化瘀的药，每日涂2次。你今日脸色很差，昨夜用了新药，没睡好，还要再熬几日。我答应了，活到5月初时，总得守约。这是边关的消息，军中确实有一个叫缪兰生的副将，眼下尚且平安。提醒已经递过去了。阿叔，既然你要留在这里等我，那我便好好活着来接你。太医说，只要好生将养，往后还能活很久。上苍终究怜我，这是好事。二小姐怎么还哭了？是好事，她活下来了。乔旭是你妹妹，她若心属于你，纵是天下人指柴，我也拼了这张老脸成全你们。子不忠忠才属你，她此生便只能是你的妹妹。你才刚缓过来，怎么还往外跑？我答应了活着来娶你，总要让你亲眼看一看。信已经送到了，怕你觉得一封信不够。看见了，我信了。你快回去休息。哭过了。风吹的。今日喝完药以后，忽然想吃这个。这一块，你要慢慢还我一辈子。好。皇上赐下的婚事一直都在，可我要娶的人是你。你若还没有想好，婚期可以照旧，我会继续等。为何突然问这个？你最初留下婚约是为了崔福，后来答应成婚也是为了我能活下来，给了我个念想。我只希望你嫁给我时，心里是愿意的。最初我确实想改变崔福的命运，也想离沈晨避远一些。可如今我愿意嫁你，是因为我想同你一起生活。我要看你平安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天，也想盯着你把每一碗药喝完。成婚那日，你亲手替我戴上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一书书到尾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娘子上花轿。沈乔旭，你不许走！跟我走！若让我亲眼看着你离开，亲眼看着你嫁给旁人，我还不如……畜生！打晕他，绑起来。等乔素成亲之后再放出来。小姐，花轿已经到了，走吧。很衬你。小公爷以后可不能反悔。求之不得。昨日成亲，人多眼杂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缪兰生有消息了。他怎么样？活着。前些日子军中确有一场突袭，消息送到之前，我叫人将你说的事递了过去，让他们留心夜间营房。缪兰生带人避开了最凶险的一处，眼下已经平安回营。崔福还不知道，等消息彻底确定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他在那场突袭中立了功，军报若没有差错，回京后大约还能得些封赏。谢谢你。我们已经成婚，你还同我说谢？那要说什么？明日陪我多吃一块糕点。好。姐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小公爷也在啊。这是我家，我自然在。
姐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最近侯府里实在是太闹腾了。大哥这些日子跟发了疯似的，整日整夜的不消停，我实在受不了那压抑的气氛，便索性跑到你这里来躲个清静。姐姐，大哥他前2日差点自尽了，不过你别慌，幸好被及时发现，给救回来了。就是前些日子那刺客刺伤他的刀刃上，似乎涂某种极其霸道的奇毒。大哥如今虽性命暂时无害，但那毒发作起来时，当真是痛不欲生，连大夫都束手无策。直说那解药难寻得很。难寻，自然难寻。那毒乃是我前世临死前特意托人自西域千辛万苦觅来，今生专程相送他的回礼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解药。阿福，先别管那些不相干的人了，瞧瞧这个。前世他的缪大哥死在一场毫无防备的夜间突袭里，尸骨无存，翠芙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。这一世我提前托了陆逊设法提醒边关，那名叫缪兰生的副将如今不仅安然无恙，还立下大功，正是前程似锦的时候。姐姐，这是真的吗？缪大哥他真的还活着？傻丫头，这信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落款还有边关军中的朱印，我怎会拿这种事骗你？活着就好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哪怕再等上3年5年，我也甘之如饴。逆女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她一个闺阁千金，竟然敢留书一封，独自一人奔赴那风沙漫天的边疆去寻人。侯爷，阿福在乡野粗野惯了，边疆那是什么地方啊？万一遇上蛮子，我的阿福啊，你快派人把他追回来啊！来人，多派几匹快马，顺着官路给我去追，就算绑也得把这逆女给我绑回来。三小姐，夫人饥渴病倒了，侯爷有令，命属下等立刻接您回府，请三小姐莫要让属下为难。我不回去，缪大哥在边疆拼命，我好不容易才知道他还活着，哪怕死，我也要死在去见他的路上。你们若敢强行绑我，我今日就一头撞死在这官道的石碑上。侯爷，他当真这么说，以死相逼。是，三小姐性格刚烈，已经走出了数百里，属下等实在不敢强行用粗，怕伤了三小姐。罢了，她的性子跟她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认准了的事，9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多派几个身手好的府兵带足盘缠，一路上暗中护送她去边疆，若有差池，唯你是问。属下遵命。要不要再挂一块？为何？从前求姻缘，如今求长久。好。再后来，有消息传来，说沈晨璧被那毒折磨得有些疯了。乔旭，是你吗？乔旭，你来看我了，对不对？乔旭，从前你本是我的妻，是我眼盲心瞎，生生负了你，是我负了你啊！陈璧，我的儿啊，快放下！你疯了不成？来生，我还能等到你吗？你想回侯府看看吗？不想。那便不回。今日天气好，陪我出去走走。好。恭喜小公爷，恭喜夫人。小公爷这气血比从前足了许多，脉象沉稳有力，当真是奇迹啊！太医，那往后他的身子，只要往后好生调理，不贪凉，不妄动怒，不连日奔波，这病根儿便能慢慢养起来，往后长命百岁并非难事。你又想做什么？老夫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夫人您可得把人盯紧了，老夫告退。那个翠芙的信到了。阿福，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边关出什么事了？别急，他与缪兰生的婚期定在下月。当真？姐姐，陆金在京中为我们担保，我们便商量着把婚事定在下月。只是边疆路途遥远，姐姐你又有了身子，千万姐姐心里一直牵挂着，这就够了。
想去吗？你想都别想。边疆山高路远，路途艰险，你这身子根本经不住折腾。太医方才分明说了，只需不连日奔波，便无大碍。大夫的本意是切忌长途劳顿，不宜奔波。我并未说要连日赶路，此番我们慢行出游，2日行路，便寻客栈休息1日。车内早已备足暖炉、珍稀药材，途经驿站便驻责调养休整。这般安排，总该可行了。我知晓，你心中一心想去边关。即使如此，我独自前往便好。不行，我必须陪你同去。罢了罢了，你既执意同往，我便令太医备好温补固本的药材。一路上切记夜不贪凉，避风口久立。最要紧的是，途中但凡胸闷咳血，务必即刻停步，绝不能硬撑。我都记下了。乔西，阿福自幼在外长大，我亏欠他良多。此番他大婚，我本应亲往相送，可侯爷卧病在床，身子欠安。侯府诸事缠身，实在分身乏术。这里头是我给阿福备的嫁妆单子，还有几样首饰。阿旭，算我这个做娘的求你，替我带给他。母亲放心，我一定亲手交到他手里。小公爷，此去路远，劳烦您一路上多照看阿素。岳母放心，我会照看好素儿，也会照看好三妹妹。好。刚才都忍住了，这会儿怎么倒要哭了？母亲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阿福。她惦记崔福，也惦记你。她若心里不惦记着你，今日便不会亲自的赶来送你。乔西，她疼了你18年，那份心意是真的。我知道。姐姐，我是不是撞疼你了？没有，边关风大，你倒精神了许多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这里好玩的很，能骑马，能看星星，夜里风一吹，帐篷外面全是沙沙的响声，好听极了。就是吃的比经理差了些。妙大哥总说军中清苦，怕我不习惯。见过小公爷，见过二小姐。姐姐，她就是缪兰生。多谢二位救命之恩。缪将军客气了。要谢便谢乔旭，我不过是替他跑腿，传了句话罢了。不，那日若没有小公爷提前派人送来的防突袭密信，我军营防空虚，未必能避开那场惨烈的夜间突袭。末将这条命，是二位救下的。我就说姐姐最疼我，绝不会无缘无故在京城时打听你的消息。原来姐姐早就替我想好了。我也说过，一定会活着回来娶你。好了，城门口风大，你们二位想谢恩，能不能体谅体谅我这病故，换个暖和有热茶的地方？哎呀，是我糊涂了，姐姐，小公爷，我带你们进城。成亲前一晚，崔福抱着夫人给他的木匣，坐在我房里哭了半宿。姐姐，我从前在府里的时候，总觉得娘不喜欢我。傻丫头，天下哪有不疼自己骨肉的母亲？她心里是疼你的。我知道了，看着这只匣子，我全明白了。她连我小时候在乡下没带过什么样的簪子，都想着法子的替我补回来。她是真惦记我。阿福，往后去了边疆深处，你要过得很好，知道吗？我会的。姐姐，你也要好好的，小公爷待你极好，这几日我都看在眼里呢。眼睛像你，
这3年他的药从未断过，如今身子终于大好。前世我离世之时，身边空无所有，无人相伴，而今生我有了他，有了女儿，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